原来这个宣妃一直想要复兴南印，还打下那么强大的基业。可这个术士风二如当年没有接应到宣妃的儿子，这复兴南印的财富和罗摩天兵，都被金玉皇权四人瓜分了。也许当时出了什么意外，但现在，宣妃的后人一直被南印人掌到，不然这些信也不会出现在这里。你是说，我爹就是宣妃的后人，南印皇室的血脉？这盒子里还有其他的信，你打开看一看。你说的没错，这个术士风阿鲁整个家族都忠心耿耿的。当年他们错失了宣妃儿子的下落，却仍然到处搜索。即便这个术士风阿鲁当年失踪了，他的后人也没有停止寻找。所以最终他们是凭借宣妃的救心木和胎记验证了师兄就是方济王和宣妃的后代，而万圣道的风清就是风阿鲁族的后人。显然我爹并没有反对，而是和万圣道暗通，谋划了这一切。师兄，你真是藏得太深。即便他野心再大，也没有料想到自己早已死于非命，这一切计划也依然落空。也许他早就算到了。方斗兵，我想开棺验尸。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变成骸骨了？难道这药光也失效了？当初寻到尸骨时，也验过仪容，师兄身上也穿着这个护甲，右手的小指也断了半截。当初混乱之时，也未曾分辨过。这护甲是假的。为了瞒天过海，连半截的小指也都是一模一样。可师兄当年破阵之时，确实被剑簇震断了半截指骨，可这小指却是平平斩断的。难道这不是我爹的尸骸？这是另外一个人，只是当年被错骨剥皮，活生生改造成了师兄的模样。这个术法极其残忍，因为他身上有无心怀，就是为了减轻他的痛苦。所以山谷他根本就没有死。他得知自己的身份之后，一心想要光复南印，称霸天下，想要与朝廷合作，再与司顾门反制，却万万没有想到，你坚决反对朝廷牵扯，而他追寻南印后裔之时，又被刘如清发现，走投无路，干脆假死脱身。他甚至还料到了你爹要为他报仇，所以早早与角力桥勾结，利用他对狄飞升的执念，也就是一杯必茶，一匹雷火，让江湖这两大帮派迅速倾覆，而他却躲在暗处，坐收渔翁之利，让这万圣道迅速壮大。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自己的阴谋。司顾门做不了他的刀，他就回来再做一把。师兄，我倒是从未看清过你。暗器很快，可惜我有护甲防身。
山谷道，你果然没死。坟都让你们给刨了，分析的也丝毫不差，我也没必要再藏着了。和我梦里梦见的很像啊，已经是一个英俊十足的少年了，还有几分我当年的风采。今日你我父子相认，当好好的痛饮一番才是啊。父子，你对不起我亲生母亲的时候，又是见我体弱多病将我抛弃的时候，谎称是我舅舅的时候，你何曾念过父子亲情呢？诈死这么多年，偏偏这个时候来认亲，你到底有何局限？男子汉大丈夫，当立宏志建伟业。你总想着小情小念的，能有什么出息？这么多年了，天机山庄就教了你这些吗？天机山庄教我做人要坦荡，要光明磊落，而不是欺师叛友，多行不义。当年你和李相夷建立四顾门的时候，嘴里说着要建立一个公正的江湖，那你心里的宏志伟业又是什么？就是这般见不得光、躲躲藏藏、不人不鬼的样子吗？四顾门当年是人人敬仰、盛极一时，还不照样毁在了我的手里？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的李相夷，不也输在了我的手上？我的前半生在精彩绝艳的李相夷那边，谁会在意我？谁曾经看过我一眼？可当有一天有人找到我，并告诉我，在我的身上流着南叶皇族和当朝皇族的血，我才知道了我活着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你问我图谋的是什么？我图谋的就是本该属于我的东西。潜龙游于渊，那是在积蓄力量，而现在到了龙啸于天的时刻。这一切都是天命所归，你懂吗？这万人敬仰、无人僭越的位置，终归属于我单孤刀。收手吧，什么天命，不过是你自己的野心罢了。你疯狂的执念，只为给这个安稳的江湖平添杀孽。你怎么跟小时候一样笨呢？怎么说都领悟不了。一报还一报，本该就由我来讨回才是。你要记住一点，在世上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你身上流着我的血，我们两个是血脉相承的关系。你想想，将来我成就大业、坐拥天下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要留给你呀。你不想吗？只要你回到我身边，拿来你的罗摩天兵，我们俩一同找到最后一枚罗摩天兵。那我没有罗摩天兵。有，我也绝对不会给你。南瀛灭亡已有100年，如今天下太平，乃是万民之福。我是一定不会让你毁掉这一切的。凭你，你应该庆幸你身上流着我的血，我才不忍心杀了你。跟我回去吧。师弟的剑还是这么防不胜防啊！10年不见，你我居然都还活着。是不是应该找个地方，好好的庆贺一番？庆祝一番。10年不见了，我真的足足找了你10年。我
我找了你10年，我找了你10年，10年，万万没想到我的师弟，居然找了我10年，也不忘我儿时对你的好。李相夷被人骗，被一个你不放在眼里的人骗了10年，是不是很伤心呢？送你的文景剑，用着还趁手吧？这云铁的原主人，也是你杀的吗？我不杀了他，怎么可以拿剑送给你呢？这一切，不都因为你吗？不能为我所用，只能去毁了他。看你鬼门关走了一走，一副丧家败犬的样子，我怎么看着这么高兴啊？可笑，不过是蚂蚁在大象腿上咬了一口而已，这也值得炫耀吗？你闭嘴！你是我儿子，怎么帮他说话？他有什么好的？都来吹捧他。他再厉害，也输在了我的手上。被我玩弄于股掌之间10年，他都不知道，李相夷就是个笑话。这李相夷也确实真是个笑话。你若想真输赢的话，李相夷早就已经输给了你。收手吧，你别再一意孤行。别再给我装出一副大义凛然、英雄气概的样子，开弓就没有回头箭。我赢你一个李相夷有什么意思？我要的是全天下人都拜伏在我的脚下。你要想好了，去万圣道找我。不用这样。原来之前推测的所有一切都是真的。竟不知何时走到了这一步。小宝，你若未曾卷进来，也就不会知道这些。你是觉得我会后悔？看得越分明，越知道自己该走什么路。我很庆幸，现在看清了所有事实。这是刚刚收到的消息，四象星尊的妻子两仪仙子被关在地州牢。昨日狄飞升已带人突破，这个狄飞升和单古道联手，必是冲着最后一枚罗摩天兵去的。没想到这个狄飞升，还以为被你救下，幡然醒悟，回头是岸了呢。竟然盯上这罗摩鼎。他本不应该对罗摩鼎产生兴趣，或许是我猜错了他的想法。无论如何，他们手上已经有罗摩鼎和3枚天兵了，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拿到我们手上这枚的。少爷，天极山庄庄主来信，要您速回山庄。李莲花，我娘要我带你速回天极山庄。你说兵片交给了你娘，难不成出了问题？你没找到四象天尊手上的罗摩天兵啊？当年四象青尊重伤，早死于牢中，罗摩天兵因留在其妻两仪仙子的手中，破牢后才得知，青尊死后，两仪仙子也绝世而亡。但奇怪的是，我在看守此牢的皮公子住所，发现了两仪仙子死后的行踪。两仪仙子还活着？
灵儿，嗯，灵儿，这里为什么会配这么大的红烛啊？哦，这些都是二堂主特意吩咐的。二堂主凡事都喜华贵，他喜欢热热闹闹的，也希望新房里3天3夜都燃亮烛光，所以特意定制了这些硕大的红烛。柜子里还有呢，你来看。哎，没有了，都烧完了。这成亲不过1夜，怎么会烧得这么快？你们看这个，里面有东西。这是什么？这是红玉床的碎片。我娘前几年得到几块上好的红玉原石，便给我们做了床，冬暖夏凉，甚是好用。红玉床。这不是红玉，是蜡。柜子里的红烛消失，这烛台上的红烛又长短不一，看来是有人凿碎了床，再把屋内的红烛熔了，覆盖在上面了。看来，凿掉的红玉碎片，大概都被分散在屋子的各个小角落里了。如果没猜错的话，尸体就藏在红玉床底下。怎么是具女尸啊？从这发髻和打扮来看，应当是天机山庄的侍女啊。这好像是娥月。娥月？我怎么不认识啊？娥月是最近才来的，少爷一直没回家，自然不认识。最近来，他背上，这脖子上有道勒痕，颈骨也断了，是致密伤。这么细的勒痕，也就表示这东西既要坚韧，又能够置人于死地。可是在这屋里乃至天机山庄都没有这种东西啊。这是凶器。看来这个女子是有备而来。这凶手是用娥月自己身上的东西杀了她。只怕是他想治人，却反治于人。不过这屋中原本就只有二堂主和魏清愁，除非昨夜有人躲过了你的视线闯了进来，否则的话就只可能新郎根本没有死，是他谋划了这一切。他故意在凶手的背上绣上和自己一样的图案，假装自己被害，然后逃之夭夭。没错。你们看，这里有9字。这怎么会有9字啊？是有人故意撒在这儿的？也就表示，魏清愁早就知道这酒有问题，但他却一直没说。很可能酒中的药是被娥月自己所下。娥月呢，带着暗器前进这个新房，想对魏清愁下手，却没有想到的是，竟然被魏清愁所反杀。可是我一直守在外面，这娥月是怎么进来的？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新婚之夜礼数繁多，来往的人自然也多。说不定这个娥月来布置新房之时，就从未离开过。娥月先埋伏在了屋里，在酒里下了药，才伺机袭击魏清愁。可魏清愁回到房间之后，发现了端倪，于是将计就计，假意喝了酒准备就寝，再伺机反杀娥月。我之前就在想，若是打斗间撞到这个梳妆台，不是应该梳妆台镜架连着镜子一块倒下吗？为何前2者都能稳稳当当的，唯独这个镜子却掉了下来？你是说，
这镜子是魏清愁拿来杀娥月的工具。魏清愁将何姑娘扶到床上后，假装去拿镜子来整理自己。娥月以为这时的魏清愁已经中了酒中迷药，于是准备下手。但魏清愁其实早就察觉了娥月的一举一动。所以这个镜子，便是魏清愁杀娥月的佐证。只不过什么？尸体颈上的痕迹很清晰，一看就是一招致命，证明这个凶手武功绝对不是很差。翟兄，你确定魏清愁的武功很差吗？我曾试过他的武功。此人招式局促，畏手畏脚，内力也甚浅，3、2招之内被人输了。这就奇怪，这魏清愁究竟是何人？这娥月为什么要杀他？还有，他要是如果从展无畏眼鼻子底下溜走的呢？娥月这个头钗，好像跟你们的不太一样。这头钗上银片刻画的形状，好像在哪里见过。这图案和邢自如玉佩上图案是一样的，难道娥月就是邢自如的内应？他们用这个图案来辨认身份吗？糟了，娥月也是冲着罗摩天兵来的，去看看邢自如的情况。走。少爷，邢自如不见了。怎么回事啊？不是让你们好好盯着的吗？是属下等失职，原本一直派人盯着邢自如，但新房这边突然发生了意外，山庄下不少人都被吸引了过来。邢自如趁机混入人群中，不见了踪影。那罗摩天兵可有异样？密库那边有长护卫盯着，安然无恙。但邢自如失踪前不久，确实在密库前徘徊过一阵，后来不见了。山庄的入口还封锁着，此人肯定逃不出山庄。你们赶紧带着人四处搜查。是。走。既然娥月是连接魏清愁和邢自如两头的人，去看看他有什么其他的线索。娥月就睡在这个位置。是300。哦，对，娥月经常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看这本书。来杀人的时候还有闲情看书，倒是跟邢自如下棋一样有雅兴啊。嗯，你看看，这是诗300中的哪一篇？你是玩我呢吗？这哪是什么诗300啊？喏，忘忧清月集。你们看啊，这邢自如摆这个《忘忧清月集》上的棋局，娥月也藏了一本《忘忧清月集》，这不会是巧合吧？成都府寺仙子图，果然如此。什么意思啊？你们看，这本集子每张棋局图右页的注解文字恰好都是19行19列，正好与棋盘上的横竖相同吗？每个字的位置跟棋盘上的交叉点都是对应的。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棋局上的每个落字都代表一个对应的字。
这邢自如摆出的成都府四仙子图，的确比正常的棋谱多了2处落子。其他3局也是一样，基本每张图都多了2、3处落子。这些位置对应的文字，就是邢自如要传出去的消息。这邢自如的上清图，多了1处白子落在了7行3列，这7行3列对应的是心字，还多了1处黑子。这黑子对应的是狼，新郎。新郎、天兵、密库右一、令某。密库右一说的应该是我娘因为展示出来的那一枚。至于新郎，难道之前丢失的罗摩天兵是在魏清愁手上？邢自如不见了，莫非他知道了魏清愁的下落？有可能，当他听到山庄出事时，估计就已经猜到娥月已经出了意外。若能弄清楚魏清愁是如何离开新房一事，那就能顺藤摸瓜找到他的去向。呀，一直以来都是你们几个伺候在外面，那么今日是谁发现屋里出事的？我们几个是一起进来的。今天早上按照规矩，我们8个做喜娘的丫鬟要端着喜盆来给新郎新娘梳洗，可是在门口敲了门好久也没有人来应答，怕误了时辰，一商量就直接推门进来了。结果就看到满地的狼藉，床上血淋淋的一片。那然后呢？然后我一开始就吓懵了，我看大家都跑出去，我便也跟着出去了。我也是。那是谁第一个跑出去的？又是谁呼救的呀？不是我，也不是我，我当时都吓傻了，光顾着往外跑，哪里还有时间叫人啊？好像是你在我前面，是你喊的吧？我没喊，我也没有喊。这就奇了，怎么大家都不是最先跑出去的？而且大家都说没喊，可是我明明听到了呀。的确，我也是听到了这屋内有女人的呼救声，才赶过来的。既然你们都不是第一个跑出去的，也都没有喊，那就说明了有第9个人是在呼救啊！第9个人，不是我，这哪来第9个人啊？你的意思是说，这个魏清愁假扮成侍女，混在当中逃跑了？正是。既然娥月可以趁着人多的时候混进来，那么魏清愁为何不会以同样的方式混出去呢？这也就解释了娥月身上的外衣为何不见了。此事若是个女子，倒是极有可能。可这魏清愁是个男的，就算这样子装的带相，这声音也破不了啊。说不定这个新郎就是个女子呀。啊！李莲花，能别胡闹了吗？方小宝，你忘了，苏小庸扮成男子的时候，你不是也没有认出来吗？我那是没看清楚。再说了，这天机山庄这么多人呢，难道谁都男女不分吗？更何况我小姨跟这个魏清愁朝夕相处这么久呢，怎么可能没有发现啊？这个问题我也刚刚想通了。哎，展兄，你说魏清愁的武功招式局促、畏手畏脚的，那与他过招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他一直护着自己的神阙穴，不敢舒展拳脚呢？你怎么会知道？那便就是了。你们可听说过江湖上有一种奇特的武功，名曰雕龙画凤？